前以茂生医院的经验，植入上千个镶嵌型的胚胎，他们在11周左右的时候，这些异常的染色体都修复成正常的，他们都跟正常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差异。大家好，我们又回到小学堂，我是李茂生院长，我是游姿宁医师。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题目是要关于来介绍相干型胚胎这个状况。那么相干胚胎是可以植入吗？有一种你的意见怎么样？对，因为有一些病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年纪比较大，或者是反复着床失败、流产很多次，那做试管婴儿的时候就会做所谓的 PGT-A， 就是胚胎的染色体切片检查。那结果如果是正常的，那当然我们就植入，很放心。那结果如果是异常的，那当然我们就不能植入。可是有一块病人他们的胚胎结果是所谓的镶嵌型，这就会陷入到底要不要植入的困扰。那么什么叫做镶嵌型的胚胎呢？胚胎要做切片检查的时候啊，会把胚胎的大概5到10个细胞去做染色体的检查。如果这5到10个细胞有部分是正常的，部分是异常的，那这样的话就叫做镶嵌型的胚胎。请问有什么叫做高度相干型，什么叫低度相干型？我们通常用50%来做个分解啦。如果说我们的镶嵌型的比例在50%到80%的话，我们就认为它是高度的镶嵌型。所以你大概30到50之间是属于低度，超过50以上是属于高度的相干型的这个胚胎。如果它已经都没有胚胎了，那么你认为这个相干型的胚胎是否会不会产生胎儿的畸形，或影响它的怀孕或是流产？我们茂生医院啊，针对这个镶嵌型的胚胎有做很多深入的研究。那我们发现呢，镶嵌型的胚胎植入之后，还是会有一定比例的着床机会，所以我们都不会随意的把镶嵌型胚胎丢弃。那一般来说，我们会优先选择所谓镶嵌型的比例比较低的那一种胚胎。那比较高比例镶嵌型的，它的优先顺位会放在后面。那根据我们这边的经验啊，植入镶嵌型的胚胎之后，如果一旦成功着床有心跳，那最后呢生出来的宝宝都是健康的宝宝。看镶嵌型胚胎，除了看它的一个就低度或高度以外，还要看它的一个本身的分裂的速度好坏，还有外观，胚胎的外观是好或是坏。外观看是好的胚胎，但是它不见得代表它的一个分裂是很好的，较正常的分裂比例。有时候分裂太快或是太慢，比如说它到囊胚期的比例呢，我们大概在114小时左右，它可能会超过这个时间才达到。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它的一个着床。所以相干型胚胎是一个指标，那么胚胎本身的外观是一个指标，那再来是胚胎本身的一个分裂速度也是一个指标。那假设我们有一些胚胎可以选择，然后我们就会参考它，像刚院长说的，我们的细胞分裂的速度，就是我们的人工智慧去给胚胎打分数，还有外观的部分，3个东西都要一起考虑。假若一个胚胎本身是基因检测是正常，但是分裂是只有1分，那么呢，它的外观只有8分。那另外一个相干型胚胎，它大概外观看是5分，那分裂是12分。这2个你要植入哪一个为优先？而且像是低度相干型，那有一些你的意见要先植入哪一个？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优先植入那个低度镶嵌型的胚胎。对啊，因为那一个胚胎大概怀孕率大概应该是多少？如果单一胚胎植入的话，单一胚胎植入那个相干型最好的低度的话，然后发育的分数跟外观的分数都很好的话，那我们植入成功率大概还是有70%到80%左右。对。另外一个虽然是正常，可能怀孕率大概只有10%到20%之间。我们常常在门诊上遇到这个病人，就说：“医师，我的胚胎都这么漂亮，子宫内膜也很漂亮，血流状况很正常，但是呢，请问一下，我们为什么植入进去都不会怀孕？你怎么去解释它？那基本上这个可以分3个面向去解释，一个就是胚胎的状态，比如说它染色体异常，
或者是它在细胞分裂的发育分数有问题，那个就是在一张照片看它很漂亮，这是看不出来的。那第二个件事情就是子宫内膜的状态，那大家都很追求内膜厚度要1公分以上什么的，但是其实子宫内膜的形态、它旁边的血流、子宫的收缩什么的，都是跟这个植入会不会成功都很有关系。那第三个事情就是胚胎跟子宫内膜他们2个人的交互关系有没有很好，那就是会讨论到所谓的免疫的问题，还有植入时间的调整了，这就会有一点复杂。所以就是说，胚胎好不代表它一定会走到，但是走场几率相对会比较高了。相关型的胚胎里面呢，植入完以后呢，那么它呢的发育是正常，那我们主要在脊椎的时候做绒毛或是脊椎做羊水比较合适来确认这个相关前面有没有正常。如果我们植入的胚胎是所谓的镶嵌型胚胎，那我们当然都会很担心说，这个宝宝到底是不是正常？所以我们会建议在产前的时候做宝宝的染色体检查，不管你是在11周的时候做所谓的绒毛膜的检测，或者是在16周的时候抽羊水做羊膜穿刺，都可以做宝宝的染色体检查，然后让父母亲放心。那有些病会担忧，大概在11周你做绒毛会不会造成胎儿的畸形，或导致胎儿的流产呢？目前来说，我们医院做了将近上千的案例，都没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对，那羊水大家是比较放心的，因为在台湾有做绒毛检测的生殖中心好像不多了，所以大家有些会受到那个影响，但是在我们医院做这个绒毛检测的话，那个准确率是达到什么状况呢？达到8、9成以上，都跟羊膜穿刺的结果都是一致的。那么有一次对这个相关人最后做一个总结。镶嵌型的胚胎呢，它就是代表说你的胚胎里面的细胞有部分是正常的，部分是异常的。那这样的胚胎，我们还是会依照它的发育的状况跟外观的形态来考虑说是否要来植入。那一旦植入的话呢，成功植入、成功着床、成功发育之后，我们都会建议小朋友在11周或16周的时候都要做染色体的检查。那目前以茂生医院的经验，植入上千个镶嵌型的胚胎，那这些胚胎他们在11周左右的时候，这些异常的染色体都修复成正常的。那这些宝宝，那根据我们的一连串的产前检查跟出生之后的检查，发现他们都跟正常的小朋友没有什么差异。所以如果说我们就只有镶嵌型的胚胎可以选择，那我们千万不要沮丧，也千万不要把这个胚胎拿去丢掉，我们依然还是有植入的机会，或许我们就镶嵌型的胚胎还是一样可以生出健康的宝宝。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让我们下次再见。